头发明显金科，一般磨损严重的都能看得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今天终于要介绍9年大头的版别。你知道市场上最热门的9年金发大头怎么分的吗？袁世凯除了金发还有什么发型呢？如果只去看头发的雕刻线的深浅来分辨是不是金发版的话，那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哦。头发也有可能因为磨损而导致看不清楚，而且难道是金发版才是最少的版吗？我们还是先介绍9年与其他年份的大头有哪些是9年独家有的特色。9年与3年一样，胸章前面的齿轮缺细齿。9年与8年、10年一样，多了一个造字。与名字无一撇，这个地方上次都有说过。9年造字第一撇下方没有出头，9年周围的基柱痕迹比较明显。介绍9年大头之前，我们要先学会看出现在9年的2种家合，大家合与小家合。大家合这里开蟒，7点平蟒，9点有内齿，基本上跟3年的家合是一模一样的。小家合有2种配套，闭蟒7点翘蟒，9点缺内齿。开蟒7点翘蟒，9点缺内齿，反正就是看这3个地方，为大家创造一个背法吧。大家合开平有内，开平有；小家合闭翘缺内，闭翘缺；开翘缺内，开翘缺；开平有，开翘缺，闭翘缺。有帮助到吗？先介绍家合的分辨，因为接下来的初中金发分别都会配上不同这些的家合。我们先来看最多见的初发版吧。9年初发配的是大家合，类似3年的家合。大家合特色刚刚有提过，开平有，头发与肩章较浅，弯胡须2缕，圆字的第一笔圆头，很可爱的一圆撇，华中这2字常见断笔，应该也是模具堵塞的关系。造字的口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圆点作为暗记。最后看一下头发，其实因为有磨损的因素，单看头发是不太准确的，它的头发的雕刻线确实是有一点粗粗的。再来介绍大头中发大家合，开平有。基本上这个版将袁世凯的头发、肩章、胡须都细节处理，接近于金发版，但是山羊胡中间只有1条雕刻线。金发版的胡子对比一下，很明显有3、4条的雕刻线。中发版的字体比较细，我们比较一下初发跟金发的字体吧，好像真的字体比较细一点啊。中发版里面有9年牛口罩，7点黏，9年的起笔带弯，缺口罩发现的比较稀少，口的上痕没有，听说不到10枚。OK， 再来是稀少的9年中发配小家合，它的小家合配的是刚刚提到的其中一种，开蟒翘蟒缺内齿，开翘缺。对不起，这边再补充一下，9年中发配小家合，还有另一种小家合，就是开蟒翘蟒9点有内齿，开翘油。开翘油其实跟大家合的开平油就差在平蟒跟翘蟒。头发的密度接近金发版，但山羊胡中间只有1条雕刻线，这一点很重要，所以再强调一次，此版相当稀少，大家快去家里翻起来，搞不好能找到这种中发版配小家合。顺带一下介绍9年大肩章版，原光好品绝对难找，其主要特征为整个类同于9年中发大家合版，但肩章偏大，肩心大而扁，背家合右倒立尾下弯钩蟒，另外左倒立有个小翘蟒。再来介绍大热门9年金发小家合，闭蟒翘蟒缺内齿，闭翘缺，品相好得多。山羊胡像刚刚说的3到4条雕刻线，且山羊胡偏比较直，头发明显金科，一般磨损严重的都能看得出来。9年金发大家合，开平油，此版也较少，也称为9金3倍，就是3年的家合。还有9年海南版，9年海南版在解放战争末期海南币厂铸的，隶属广东，所以也有称广东版，数量不多，有所有金发版的特征，像是山羊胡直直的，背面小家合闭翘缺，但可能由于模具与工艺等铸造原因，整个前臂呈现模糊漂浮的感觉，它绝对是嫉妒金发版的美来乱的。9年还有军阀版与私版，与官方版的差异有明显的区别，也受到不少收藏家的追捧。带大家快速复习一下初中金发版的搭配家合区别吧。初发版只有大家合开平油，中发版有大家合一样开平油，中发还有小家合开翘油，
开窍缺。金发版小家盒则配的是闭窍缺。金发版的大家盒只有一种开瓶油。其实大家可以发现3种发型都配有大家盒，也就是3年的家盒开瓶油。那其中金发的大家盒是非常稀少的。比较复杂的是中发跟金发都配有小家盒，那中发版的小家盒是开窍，金发版的小家盒是闭窍。那这样子的去区分就比较清楚啦。好的，本期内容就这样。如果想继续了解银元的版别介绍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帮忙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